是多看了眼前方，他的眼睛便再难移动分毫。那甜美的笑容让少年第一次感受到了心动，直到兄弟提醒，他才恍然间回过神。如此出色的女孩，又怎会看上平淡无奇的自己呢？然而让少年意外的是，当汽车抛锚，他正准备将车子推往路边时，后方的女孩竟跳下车，主动上前帮起了忙。Should I call tow truck? It's alright, I got it. 面对女孩的示好，迟钝的少年却并未察觉，只是简单道谢便让她离开了这里。But you are a jackass. Did you not see the beautiful girl who just pushed a car to try to talk to you? 在兄弟的提醒下，他这才如梦初醒，眼中也不禁露出后悔之色。少年不知，他擅长修车这一技能早已被女孩记在了心中。于是第二天，女孩车子便出现了故障。道森远远瞧见，赶紧抓住机会上前帮忙。为了弥补昨天的遗憾，他想对女孩提出邀约，可话到嘴边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。You don't know how to flirt, do you? Guess not. Meet me at Squeals Saturday night at 6. Is that a yes? Yeah. Maybe you'll figure out how to flirt with me by then. 心动女孩的主动邀约让道森喜出望外，只是当他回到家里，那个做非法生意的混账父亲却让他明天去送一批货。道森果断拒绝，而迎接他的是毫不留情的一巴掌。 You still got someplace to be Saturday night? Yes, sir. 这是道森第一次正面与父亲对抗，他了解这个男人狠厉而睚眦必报，他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否则等待他的绝不会像刚才那么简单。大雨滂沱，无处可去的道森只好躲进一处修车棚，在这里将就了一晚。只是当他睁开眼，一把长枪却直指脑门。 What's your name? Dawson Cole. Tommy Cole's boy. Yes, sir. 本以为听到父亲的名字，对方会害怕或厌恶地赶走自己，但让道森意外的是，老人虽然嘴上骂骂咧咧，却还是从车上取下一张毛毯，顺手丢了过来。 That Tahoe yonder ought to be more comfortable than this car. 虽暂时摆脱了父亲，但道森还是放了女孩的鸽子。亚曼达一番打听，找到了修车棚，并希望能有个合理的解释。可看着略带愤怒专程找来的亚曼达，自卑的道森却觉得有些不太真实。他询问这是否只是一个游戏，亦或是一场赌约。听到这番话，亚曼达只觉得有些可笑，他不再逗留，生气地转身离开，但很快又折了回来。 I wanted to go somewhere and maybe have some coffee or some ice cream. Come on, you ask me questions, I ask you questions, and if we just so happen to like the answer, Dawson, then maybe we'll go on another one. And if we don't, then we won't. But God, I mean, if that's just too much to ask, then fine. 见道森沉默不语，亚曼达也再无话可说，愤愤地向门外走去。听着车门关上的声音，道森心头一紧，合上汽车前盖，大步地向房外追去。却不曾想，亚曼达再一次走了回来。而在瞧见道森左眼的淤青时，他便明白了缘由。 Well, then take me somewhere private. 借着月光，两人终于迎来了迟到的约会。他们谈论学业，谈论未来的理想，似乎总有说不完的话题。而亚曼达的坦率和直白，也让道森更加的为之着迷。分开时，他就近摘下一朵玫瑰，递给了满脸惊喜的亚曼达，而他给出的回应也同样浪漫。亚曼达的出现，像是一道光照亮了道森的世界，让他的生活变得温暖而明媚。这天，两人正玩得开心时，一辆皮卡驶入了院子。道森远远瞧见，顿时慌张起来。他急忙将亚曼达推上汽车，催促他立刻离开了这里。而来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道森的父亲汤米。他依旧露着那让人犯怵的微笑，但下一秒，招呼而来的就是重重的一拳。 Well, let me ask you something. Do you really believe that girl is gonna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a white trash piece of shit like you? Get your stuff, put it in the truck, and let's go. Touch him again, Maxwell will kill you. 关键时刻，老人塔克及时出现。面对缓缓逼近的三人，他举枪直接射穿了皮卡的挡风玻璃，接着是车灯以及后视镜。道森嘴角微扬，他从未想过塔克竟有这般的魄力和勇气。 What you done here? Your wife plant these? 意识到塔克并不好惹，且手里有枪，汤米只好悻悻地准备离开。可他却记下了一点，对方似乎非常珍视院里的那些花。道森不想连累塔克，提出会离开这里，而塔克只是眉头皱了皱，然后告诉他，住在车棚不再安全，会在家里为他腾出一个房间。这天晚上，道森冒着大雨找到亚曼达，正如父亲所说，他也始终觉得配不上亚曼达，更不愿心爱的女孩为了自己身陷险境。他想结束这段关系，可亚曼达却告诉他 I don't care. I don't care. 渐渐的，亚曼达成了塔克家里的常客。他发现塔克很喜欢院里的那些郁金香，一番询问才得知，原来这些是过世的妻子唯一留给他的东西。 Still time, I'll step outside there at night and have a little chat with Clara. Isn't that foolish?
好在如今，在2个年轻人的陪伴下，孑然一身的塔克不再孤独。他喜欢看他们吵吵闹闹，无形之中甚至将2人当成了儿女看待。而对于道森来说，这里也就像他的第2个家。他知道塔克的身体并不好，所以即使处于热恋期，也常常会抽出时间帮忙打理花圃里的杂草。亚曼达总会伴其左右。他第一次明白，原来平淡的生活也可以做到极致的浪漫。他们一起嬉闹，一起疯狂，一起坐在黄昏下发呆。而院里那愈长愈茂的郁金花，也悄然间见证了一场甜美的爱情。这天，道森受邀前去参加亚曼达的生日派对。简单介绍后，亚曼达父亲单独将道森带到了车库，笑容也逐渐收敛。他开门见山，希望道森可以离开亚曼达，而作为补偿，他会支付一笔不少的费用。听闻此话，道森脸色也冷了下来，他将手中的红酒一饮而尽，随后摔碎酒杯，愤怒地离开了这里。借着黄昏的暖阳，道森思考了很久，考虑到无恶不作的父亲，或许自己真的应该放手。只是这些顾虑，随着得知实情找来的亚曼达出现，便瞬间荡然无存。 How much did he offer? There's not enough money in the world. But I mean, if he was gonna throw in that cobra, I'd have to think about it. So mean. 这天，道森穿上塔克送给自己的西装，准备去参加兄弟的婚礼。临走前，那些被深埋心底的感激也终于脱口而出。Doc, no one's ever treated me like you are. No one's ever shown me this kind of dignity. 塔克并没让他说完，只是起身将他歪了的领结摆正，随后像个老父亲般目送着他们离开。然而道森刚离开不久，一直怀恨在心的汤米就找上了门。他带着人毫不留情地将塔克打倒在地，随后掰着他的头，让他亲眼看着妻子留下的花圃被毁。与此同时，离开不久的道森发现有东西落在了家里，而当他回到家，却瞧见了倒在院子里的塔克。仔细一想，道森便明白了事情的缘由。他拿起木架上的枪，径直向房外走去。尽管兄弟再三劝阻，可此时的道森早已被愤怒占据了大脑。很快，道森就找到了父亲。只是当枪口对准这个男人时，他却下不了手。正是这片刻的犹豫，让对方有了反击的机会。2人随即扭打在一起。争持之中，道森不小心扣动扳机，而倒地的却是因担心跟过来的兄弟。警局中，看着无比自责的道森，塔克的心也跟着揪成了一团。他告诉道森 You are not like them other boys. You're a good boy. And you're my boy. You hear me? 在道森的指认下，一直从事非法生意的父亲等人，自然也没能逃过法律的制裁。只是让道森愧疚的，却不止兄弟一人。探监室中，亚曼达告诉道森，不论多久，他都会在外面等着他。可对于道森而言，他又如何忍心让一个深爱自己的女孩苦苦等待8年时光呢？挂断电话，他不再去看窗外心急如焚的亚曼达。这一次，他愿意放弃这段感情。之后的几个月中，探监室中每天都会出现一个女孩，他总是期待而来，失望而归。道森的拒绝探视，逐渐让亚曼达变得心灰意冷。再加上家族的压力，他最终选择妥协，嫁给了一个自己并不爱的男人。多年以后，道森刑满释放，他选择远赴海洋，成了一名钻井工人。他的每一份工资都会原封不动寄回到兄弟的妻子那里。这天，石油平台剧烈晃动，为了救出伙伴，道森受到爆炸的冲击，坠入了冰冷的海水。恍惚间，在那个开满郁金香的花圃中，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。他微笑着向自己走来，一如初见那般美丽而让人心动。道森侥幸活了下来，但经历过生死后的他明白，想要解开心结，就不能像过去那样选择逃避。他欠他一个正式的道歉和告别，就像是命中注定般。刚出院，道森就接到一通电话，塔克离开了人世。而同样收到这个电话的，还有早已变了样的亚曼达。于是，还是在那个修车棚，2人终于迎来了21年后的重逢。Amanda? Dawson? 尽管岁月已经磨灭了当初的热情，尽管只是简单的寒暄，但曾经的那份悸动，此刻却依然搅动着2人的内心。遵照塔克的遗嘱，他们来到那处早已长满杂草的花圃，将骨灰撒在了这里。2人各自小心翼翼，对于过去只字不提，像是一对熟悉的陌生人。直到得知亚曼达明早就会返程，道森才终于鼓起勇气，说出了被压在心底21年的歉意。他希望获得她的原谅，可亚曼达根本不愿听其解释，扭头就往外走。道森紧紧跟随，他不愿错过这次机会。而看着苦苦解释的道森，亚曼达多年来的委屈、思念以及痛苦，终于像开了闸的洪水般奔涌而出。You and I hated you, and I hated you because I would have chosen you no matter what, and you took that away from me. I hurt you. But see, I still love you. 道森紧紧将她揽在怀中，而这片承载了他们最美好回忆的花园，也将最后一次见证这段令人惋惜的爱情。一如当初那般，他们一起跳舞，一起早餐，一起疯狂。但不同的是，曾经是对未来的无限憧憬，而现在是保持界限的最后告别。A chance to see you and to talk to you. To heal a little. To love you again. People spend their whole life looking for that and they never find it.
We did. 20多年的心结解开，道森如释重负。他除去花圃里的杂草，种上郁金香的种子，打算迎接全新的生活。可这天，道森在逛超市时，却看见了早已死去的兄弟。一番试探才得知，原来对方名叫亚伦，是兄弟留下的孩子。只是让道森意外的是，他竟然和出狱的父亲一伙混在了一起。但很快，他就看出亚伦的并非自愿，而道森又怎会袖手旁观？找到机会，他回到那个让人恶心的家，不顾父亲的阻挠，强行带走了亚伦。本以为数年的牢狱会让父亲有所收敛，可道森并没注意到，那双狠辣的眼睛没有丝毫改变。不久后，亚曼达收到一条噩耗，儿子因车祸心脏受损，必须尽快找到适配的心脏，否则坚持不了多久。而也正是这天晚上，父亲汤米展开了疯狂的报复。面对身后的枪林弹雨，道森拼命反抗，终是制服了大意轻敌的两人。可正当他拿起手机准备报警时，身后却响起了父亲的声音。 You got it. Go! 道森还是倒在了血泊中，他望着夜空，繁星点点。恍惚间，他瞧见那片花圃长满了郁金香，而那个女孩穿着红衣，从青葱岁月的远方走到了韶华灼灼的眼前。他多想就这么一直看着她，可那双充满遗憾的眼睛，还是在那个淡淡的笑容中悄然陷入了黑暗。医院中，医生推开房门，面带笑容，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。当晚，亚曼达做了个梦，他梦见道森正坐在身旁，就那么静静地看着自己。他朝着自己微笑，而笑里似乎充满了无奈与不舍。不等询问，便被一阵门铃声惊醒。打开房门，噩耗却随之而来。当道森的死讯传入耳中时，亚曼达内心一阵剧颤，反应良久后，嘴角才忍不住抽搐起来。他无力地瘫倒在地，而曾经那些美好的回忆裹挟着那张笑容，终于似洪水猛兽般汹涌而野蛮地撕开了他的防御。直到1年以后，亚曼达才渐渐从悲伤中走出。这天，他接到儿子的电话，那名无私的心脏捐献者终于查到了他的信息。Dawson Cole。也许爱让此刻变成妈咪的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，感受着人生有时就是这样，充满戏剧性，同时伴随着很多遗憾。倘若真有这么一个人，闪闪发光的出现在你面前，愿意把余生托付给你，这无疑是上天最大的赏赐。牢牢把握，共迎磨难，才能让彼此获得更大的力量。而轻言放弃，看似为成全，实则伤人伤己，最终白白辜负一生难得一次的相遇。